90年代，我在浦东买下了一块地，本以为会是和未婚妻幸福生活的开始，可没想到他转头就把订婚戒指砸我脸上，还在订婚宴上和浦西的老板扬长而去。我没吵没闹，只是带着剩下的彩礼钱独自踏上浦东，开发这片芦苇荡里的荒地。不久后，时代巨变，浦东和浦西的地位彻底颠倒。未婚妻带着全家人跪在了我的桑塔纳前，求我救他那破产的老板，而我只是缓缓地摇下车窗，对他说：“钱不能白给你，我工地上的垃圾正好没人捡。”林峰，这婚我不结了。苏梅，大喜的日子你闹什么？我闹？你看看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儿？我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？你存的那5万块钱去哪儿了？那些钱我已经全部花光了。你是不是跑去买浦西的房子了？我没有买浦西的房子。那你把整整5万块弄去哪儿了？我拿着那笔钱去买地了。你到底买了哪里的地？我买在了浦东江边上。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？我连一天都不想跟你熬下去了。梅梅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妈，他把5万块钱全弄没了。什么？他脑子进水，拿去买浦东的荒地了。林峰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。王姨，我买地是有正规手续的，没骗人。今天拿不出浦西的房本，这婚就马上退了。您要是今天退婚，以后可别后悔。我呸！你个死不悔改的土老帽！林峰这脑子是不是在工地上被砖砸了？5万块钱就这么直接打水漂喽？浦东那破地方，除了穷鬼谁去住啊？我看他这辈子都只能是个泥瓦匠了。苏梅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婚你确定退？我不退婚，难道留着跟你去浦东喂蚊子吗？这不是浦西服装厂的刘老板吗？刘哥，你可算来接我了。梅梅，今天谁惹我的宝贝生气了？就是这个骗子穷光蛋。你就是那个在工地上和泥的泥瓦匠？这好像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一个穷鬼，脾气倒还挺横。王阿姨，这是2万块钱的聘礼，您收好。刘老板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浦西那套30一厅，明天就去写梅梅的名字。哎呦，太谢谢刘老板了，梅梅跟着你真是享福。林峰，你现在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没？刘哥这才是真正的能干大事的男人。苏梅，你们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你这辈子就在浦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我们走，别在这理这个穷鬼了。走，这种破酒席什么好吃的？回城里吃大餐。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浦东的价值。你就是把这块地买下来的林老板？我是林峰，我叫老赵，是带这支队伍干活的包工头。既然人都到了，机器怎么还不开动？林老板，今天工钱还没结，机器动不了。活都还没开始干，就急着要钱了？干完再结账，这是规矩。不行，在我们这儿必须日结。怎么？这是怕我赖账跑了？林老板，我们也是被黑心老板坑怕了。大家出来干苦力都是求财，都有老婆孩子要养。我家老娘还躺在病床上，等着我拿钱回去买救命药呢。林老板，我们不是不讲道理的刁民，但5万块买下这块地，你兜里估计也空了。要是见不到现钱，我们这挖机可下不去。给我1个小时。林老板，你莫不是想跑？我要是跑，这地契就不要了。老赵，你帮我看着机器。行，我们弟兄就等你1个小时。嘲讽，死当。成色一般，有些杂质，最多给你500。掌柜的，你真当我是外行？这块玉是清代和田羊脂籽料，雕工是正宗的苏作，双面透雕。你看这包浆，至少150年。你给我500，你这招牌要不要了？小兄弟，年纪轻轻，眼力挺毒啊！废话少说，一口价，1万块。1万？抢钱啊！最多给你5000。慢着，8000就当交个朋友。1万少1分钱，我立刻换下一家。行，算你狠，回来吧。我在家跳。啊，林老板回来了！林老板，钱弄到了。这里是1万块现金。这么多？我刚才去当铺，把传家宝死当了。啊，林老板，你是个真汉子！我不欠大家的，大家也别糊弄我，只要好好干，绝不亏待你们。柱子，你哭什么？老赵说俺娘有救了，这钱能给他买特效药了。兄弟们都听见了没？听见了！林老板砸锅卖铁给咱们发钱，咱们要是再不卖力，还算人吗？不算人！今天就是豁出这条命去，也要把这片烂泥潭给铲平！开机干活！老赵说履带打滑了，机子陷进去了，出不来，快拿钢板来垫上！1、2、3，起！这就是90年代底层劳动者最真实的骨气。
你对他们有恩，他们真的能拿命来报答你。兄弟们，先停工吃饭。林老板，这伙食太硬了吧？过年我们在老家也吃不上这个啊。大家敞开了吃，肉管够，馒头管饱，干完活再喝酒，先吃饱肚子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们抢。林哥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以前干工地，天天只给吃清水白菜，最后老板还卷钱跑路了，俺娘还在医院躺着，快急疯了。林老板，这工程我们包了，拿真心对我们，我们就拿命干，绝对干得漂漂亮亮，一根草都不留。老赵，咱们在创造历史，这以后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。林老板说啥就是啥，我们跟着你干。停，快停下来！怎么回事？林老板，底下有硬东西，是江边的石头吗？绝对不是石头，铲斗卷刃了。这是一整块大水泥板啊！地下3米怎么会有水泥板？难道下面埋着死人？可能是当年的防空洞。这是民国时期江浙财阀特制的防潮混凝土。老赵，往下挖，看这板多大。好嘞，人工挖，别用挖机。这下面绝对是个地库，老板要不要砸开看看？砸，给我往死里砸！兄弟们，闪开！好家伙，真够结实的！换人，大家轮流砸。8尺，8尺！裂了，加把劲儿！林老板，开了！老赵，柱子，跟我下去，其他人在上面拉起警戒线，连只苍蝇都不能放进来。林老板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撬开就知道了。柱子，拿撬棍来。老赵，搭把手，一起用力！1、2、3，起！开箱。我的老天爷啊！林老板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老赵，记住，今天你们看到的全都是烂泥，谁要是泄露半个字，不仅没钱赚，命也得搭进去。林老板，你放心，谁敢多嘴，我老赵第一个活劈了他，俺死都不会说。把浮子盖上，铺上钢板。懂，马上办。老赵说，下面到底是啥？下面是防空洞，几根烂钢筋，都不许乱问，干好自己的活。老赵，这钱你拿着。林老板，工钱你刚给过了，这是奖金，今天在场的一人再发500。谢谢林老板，老板，你就是我们的活菩萨。钱我绝不亏待大家，但从今天起，工地要日夜巡逻，连一只野狗都不能放进来。老板放心，我们分3班倒，谁敢来工地捣乱，得从我们尸体上跨过去。老赵，看好工地，我去办点事。老爷子，收东西吗？收，不过破铜烂铁别拿出来丢人。小兄弟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祖传的。这玉质，这沁色，这雕工，是轻工造办处的手笔。掌柜的识货，开个价吧。5万。既然掌柜的不懂行，我换一家。别急啊，小兄弟，你想要多少？20万，少1分免谈。你抢钱啊！20万，这东西卖到港岛，至少翻1倍。行，20万我要了。等等，这一对40万。你还有一句话，40万能吃下吗？好，40万我吃。现金还是转账？5万现金，35万转进这个存折。刘哥，这菜真好吃。跟着我，以后天天吃山珍海味。哎呦，美美，你现在可成了阔太太了。燕子，快坐。美美，你猜我今天早上在轮岛口看见谁了？谁啊？你前未婚夫，那个泥瓦匠林峰。提那个穷鬼干嘛？晦气！不是啊，我看他一点都不穷。什么意思？我
我亲眼看见他从东台路出来，拎着个大哥大，上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。不仅如此，听说他在浦东招了好几十号工人，干得热火朝天，跟个大老板似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他买地把5万块都花光了，他哪来的钱雇人？这小子是在打我刘耀祖的脸啊！刘哥，你可得查清楚，他是不是背着我藏私房钱？哼，一个泥瓦工能犯出什么老花？喂，阿虎吗？带几个兄弟去浦东江边那块荒地，对，就是那个姓林的小子的工地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上海滩谁说了算。记住了，找个正当理由，别搞出人命。美美，看着吧，明天他就得卷铺盖滚回乡下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没看见我们这儿在倒垃圾吗？这里是私人地盘，滚开！私人地盘，老子这块地跟你们老板那块地有边界纠纷，在纠纷没查清楚之前，你们一车土也别想运出去。谁敢动老子的车，老子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！你放屁！我们老板买的明明是全款死契，兄弟们，把车给他掀了！住手！林老板，他们欺人太甚。刘耀祖派你们来的。老子不认识什么刘耀祖，老子只知道你侵占了老子的地界。今天这工程你趁早停了，不然咱们耗到底。刘哥，林峰那穷货今天死定了吧？哼，在上海滩没钱没势还想翻身，我今天非要他跪在地上叫爷爷。小子，现在懂规矩了，晚了。今天没个5000块，这垃圾车你休想挪走。他哪来的大哥大？张律师，进场吧。林总，张律师，交给你了。明白。开机，录像。干什么？拍什么拍？我是上海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张维，现在我代表这块土地的唯一合法居有主林峰先生，向你们发出最后警告，少拿律师吓唬老子！这地有纠纷。这是盖章的确权绝买合同，4至边界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纠纷。你们现在的行为在法律上叫寻衅滋事和非法破坏生产经营。老子就是停个车，犯什么法？林总的工地每天的机器折旧和人工成本是3000元，你们堵门导致工程延误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天1万起步。刚才的录像已经清晰记录了你们每个人的脸，如果不马上把车挪走，我马上通知市局刑警队进场，并且我们将对你们提起民事诉讼，每人至少面临3万元的巨额赔偿，不仅要坐牢，还要赔得倾家荡产，你们的老婆孩子也会受牵连。虎哥，要不咱撤吧？刘老板才给了咱们500块，犯不着坐牢赔几万啊！算你狠！兄弟们，上车！撤！林老板威武，太痛快了！这帮孙子也有今天，跟着林老板干，这辈子不受窝囊气。张律师，这是5000块前期的咨询费，那台摄像机算我1万块买下的，留在工地。林总客气了，以后有任何法律问题随时呼我。妈的，这小子到底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他居然这么有钱！刘哥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哼，怎么办？走！喂，哪位？林峰，是我，梅梅。有事？阿峰，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？其实那天退婚都是我妈逼我的，我心里一直爱的只有你啊！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见一面好不好？明早8点，浦东工地见。这不就是那个退婚的嫌贫爱妇女吗？林老板现在发达了，他又像狗一样跑回来了，真不要脸。林峰，你在吗？进来吧。林峰，我这几天每天都在哭。有话直说，工地很忙。林峰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我，可是那天真的是我妈逼我的。
你也知道我妈那个人，还有那个刘耀祖，是他死皮赖脸缠着我，我根本不喜欢他。我这2天想明白了，就算你只有这片荒地，我也愿意跟着你吃苦。愿意跟我吃苦？苏梅，你真的知道这块地的价值吗？不就是一块荒地吗？荒地？你看对面是什么？是外滩，是和平饭店。你再看看周围，这片土地平坦，临江，上海滩的发展跨过黄浦江是迟早的事。这块地，现在我5万块拿下，3年内它就是全上海最值钱的黄金地段。它的价值不是5万，不是50万，而是上千万，甚至过亿。上千万，过亿？林峰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昨天雇律师和买录像机的钱，就是用这块地抵押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管钱哪来的，苏梅，这都跟你没关系了。林峰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谈了5年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绝情？我今天回去就跟刘耀尊断了，我们和好吧。这块地有我1半的功劳啊，当初是我陪你熬过来的。苏梅，收起你那套令人作呕的表演吧。你爱的根本不是我，你爱的是钱。如果昨天我没拿出2万块的大哥大，没请来大律师，你今天会站在这里跟我哭诉吗？你昨天坐在刘耀祖的车里看我笑话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谈了5年，把金戒指砸在我脸上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赔？你这种女人只配在浦西那种老破小里算计一辈子的柴米油盐。林峰，你混蛋！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你不就是个泥瓦匠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这破地能盖出什么东西。老赵，林老板有吩咐，把这个不相干的女人请出工地，以后别什么垃圾都放进来。好嘞，苏小姐，是自己走，还是我用扫帚请你走？林峰，你别后悔，你给我等着！贱人！林峰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，还能被你个土鳖踩在头上？喂，李厂长吗？我是耀祖啊。对，有点事儿麻烦你。浦东有个姓林的泥瓦匠在搞工地，你跟咱们建材商会打个招呼，谁要是敢卖给林峰1粒沙子1袋水泥，就是跟我刘耀祖作对，我要全面封杀他，哈哈，让他那片地永远是片废墟。林老板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出大事了！昨天签好意向书的3家砂石厂和2家水泥厂，刚才同时打电话来，他们宁愿赔双倍定金，也要跟我们撕毁合同，说是1粒沙子都不会卖给咱们。是刘耀祖干的吧？肯定是那个王八蛋！现在整个上海滩的私营建材商都拒接我们的电话，没有砂石水泥，我们地基都打不了啊！林老板，要不我带兄弟们去浦西砸了那孙子的服装厂？胡闹，动不动就砸，那是流氓干的事。咱们是做大生意的，要用资本的手段，让他死得明明白白。刘耀祖想断我的粮草，那我就直接端了他的老巢。林老板，现在怎么办？没有沙子水泥，咱们明天就得停工。这是10万块。老板，这去二手车市场买5辆旧解放牌卡车，上海的建材商不卖，咱们自己去买。去哪儿买？过江，去江苏拉。苏南有的是水泥厂和砂石厂，用咱们自己的车队，成本反而更低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林老板，你这脑子太好使了！事不宜迟，你马上带几个机灵的兄弟去办。好嘞，交给我。帮我查查浦西服装厂刘耀祖的资金状况，越快越好，钱不是问题。你找谁？找钱老板谈一笔大买卖。小兄弟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钱老板，刘耀祖欠你30万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别管我怎么知道，我只问你，他现在还得起吗？他那个破厂，连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了。我正准备明天带人去封他的厂子。这20万现金，买断你手里刘耀祖的债权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从现在起，刘耀祖欠的30万归我了。藤桥，马上签债权转让协议。哈哈哈，梅梅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怎么了，刘哥？我刚谈下了一个俄罗斯的大订单，只要这批羽绒服交货，我至少能赚50万。刘哥你真厉害。等赚了这笔钱，咱们就买辆新奔驰。林峰那个土鳖，估计现在正对着一堆烂泥发愁呢。
刘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！法院和执行局的人来了。什么？他们带了封条，正在封我们的仓库和车间，说我们欠了巨额债务，要进行资产保全。不可能，钱老板答应宽限我几天的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刘耀祖是吧？有人拿着合法的债权转让文书和欠条，向法院申请了强制保全。在你偿还30万债务之前，工厂全面查封。谁申请的？钱老板吗？是我。林峰，怎么会是你？刘大老板，那30万的债，现在是我的了。不可能！你哪来的钱？我说过，我会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你的厂子完了。林峰，你算计我！老实点，敢妨碍执行，马上拘留！这个男人不仅有钱，而且手段狠辣到了极点。林老板，封条已经贴完，所有资产全部冻结。有劳了，这只是个开始。马总你好。哎呦，耀祖啊！马总，兄弟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您看能不能借我30万？等我俄罗斯的单子一结，马上连本带利还您。耀祖啊，真是不巧，我最近买了一批新机器，账上也没钱啊。王总，王大哥，哎呀，耀祖，我老婆叫我回家呢，先走一步。刘耀祖，你到底能不能借到钱？闭嘴！还不是因为你那个前男友。各位静一静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商界的新锐，这位就是买下浦东江边核心地块的林总。林老板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听说林总在浦东搞大动作，以后多多关照啊！刘大老板，借到钱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是破产清算通知书。既然你还不上那30万，明天你的服装厂就会被合法拍卖。李爷，我错了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吧！我给您磕头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林老板，手段真是漂亮啊！你是谁？南方恒海地产集团总经理赵德汉。林老板，你浦东那块荒地我很感兴趣，我出100万现金，明天把地契转给我。赵总，是刚来上海吧？林老板什么意思？100万，你想买我那30亩临江地皮？赵总，你当这里是哪儿？收破烂的废品站吗？林峰，年轻人别太贪心，你5万块买的地，我给你100万，翻了20倍。做人要知足，拿着钱够你花一辈子了。赵总，我也给你一句忠告，在上海滩做生意，眼界放宽点，那块地别说100万，就是1000万，我也不卖。给脸不要脸的土鳖，老子在南方拿地，还没人敢拒绝我。赵总，这小子太狂了，要不要？狂！一个毫无根基的外地人，以为靠着一点运气就能在上海滩立足。明天我要让他的工地变成一片死地，让他跪着来求我收他的地。林老板出事了，慢慢说。停水了，电也给断了。我刚才去查了，是附近那几个私营水展和供电所干的，他们都是私营承包的老板，平时在这一带就是个土皇帝，说是咱们工地线路不合格，水管漏水，单方面给切断了。是恒海集团的赵德汉干的。那王八蛋，没水没电，咱们的搅拌机根本转不起来，工人们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这工程还怎么往下干？林老板，我带几个兄弟去把那几个黑心水站给砸了。站住！去砸别人，有理也变成没理了，刚好中了赵德汉的圈套。老赵，用钱能解决的事就不叫事。去租2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回来，顺便买50桶柴油，再去雇5辆洒水车，每天从外面拉干净的水进来。对呀，咱们自己发电，自己运水，我这就去办。赵总，这小子手里还有钱，自己买发电机和水车，这招咱们没想到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能防到什么时候。找几个地痞，晚上去给他加点料。谁？等你们半天了！兄弟们，围起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不打人，但你们刚才想搞破坏的动作全都拍下来了。这是林老板花重金买的发电机，价值好几万。你们这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，金额巨大。
够你们蹲10年大牢。大哥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有人出500块钱让我们干的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滚！回去告诉雇你们的王八蛋，林老板给我们发工资，给我们吃肉，谁敢砸我们的发电机，就是砸我们的饭碗。我们这些底层苦哈哈，别的没有，就是骨头硬。想动林老板的工地，从我们身上踩过去。废物，全是一群废物，几十个建筑工人就把你们吓破胆了。赵总，那个林峰太狡猾了，24小时让人拿摄像机盯着，咱们的人根本不敢碰啊，一碰就要吃官司赔钱。好，很好，既然阴招玩不转，那就玩资本。去查一下林峰那块地周边还有几条进出的土路。赵总，只有3条私人承包的村道可以进出。带上1000万现金，去把那3条土路的私人承包权全给我高价买下来。买下来之后，直接拉起铁丝网建围墙。老子要把他那30亩地变成一块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的死地。赵总高明，陆一峰他的建筑材料进不去，里面的垃圾出不来，工程彻底瘫痪。林老板，这下全完了，他们花高价把路全买断了，咱们的沙子水泥运不进来，水车也进不来，彻底成了孤岛啊！林老板，怎么样？这铁桶战的滋味好受吗？你现在插翅难逃了。赵总真是大手笔，花1000万买几条没用的小路。没用，现在你的地就是一块废地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50万。对，你没听错，现在只值50万。签了转让协议，我马上把路给你让开，否则你就抱着你的荒地在里面发臭发烂吧。赵总，你现在先去打开收音机，调到上海市早间新闻广播，你会明白，你那1000万到底是怎么打水漂的。去，把收音机打开。各位听众，早上好！现在播报一条特别重大新闻：今晨，一份震撼全国的红头文件正式下发。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总体规划批复。根据最新规划指示，陆家嘴地区将成为全亚洲最大的金融核心区。为了打通交通血脉，市政规划局决定即日起全面启动陆家嘴路网建设。规划中将横穿陆家嘴腹地，修建2条双向8车道的市政迎宾主干道。这2条主干道将直接取代原有的几条私人承包旧土路。所有在规划线内的旧有道路、违章障碍物，市政将于今日起进行强制征收和拆除。双向8车道市政主干道强制拆除。赵总，那3条土路，不就是咱们昨天刚花1000万买下的吗？没错，市政规划的2条8车道主干道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呈十字形，穿过我买下的那3条封锁林峰的土路。这意味着我花1000万高价买下的封锁线，在国家市政规划面前就是一张废纸。市政修路，你一个私营企业敢拦敢拉铁丝网，分分钟连人带网给你推平。不仅如此，市政征收虽然有补偿，但绝不可能按照我那1000万的恶意高价来补。这一波恒海集团至少要血亏700-800万。林峰那块地呢？他那30亩地在哪里？赵总，林峰的地正好在2条8车道主干道的交汇处，不仅不用被拆，而且直接成了主干道临街的绝对地王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林峰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跟我赌气，林峰是在等这阵能够吹平一切阴谋诡计的政策东风。1000万啊，我的1000万！林老板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原来你早就知道这里要修大马路。昨天这块地估值几百万，今天新闻一出，处于8车道交汇处的30亩核心地块，保守估值直接飙升到了2000万以上，5万块买下，2个月时间暴涨400倍。这就是90年代足属于眼光和魄力的时代红利。老赵叔，求求你让我见见林峰吧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跟林峰说，我愿意给他当牛做马，哪怕在工地上洗衣服做饭都行啊。苏小姐，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？我们工地上不缺洗衣服的。林峰是我，梅梅知道错了，你那么爱
我，你肯定不忍心看我饿死，对不对？林峰，求求你，给我5000块，不，1000块也行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被永远碾碎在车辙之下。手中握价值2000万的绝世帝王，我下一步要做的不是卖地，而是要在群狼环伺的上海滩玩一场震惊全国的空手套白狼。林老板，咱们现在是守着金山要饭吃啊！外面都在传，咱们这块地现在值2000万。可是我刚才查了账，咱们连下个月的伙食费都快发不出了，更别提买钢筋水泥了。老赵，坐下。我哪儿坐得住啊？地是好地，可咱们拿什么盖大楼？那是需要几千万真金白银的。林老板，要不咱们把地卖了吧？2000万，咱们几辈子都花不完。老赵，谁规定盖楼就必须花自己的钱？不花自己的钱，那谁给咱们白掏钱？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全国想给咱们掏钱的人，现在都在门外排队。林老板，我们是诚心来谈生意的，不需要表传了。老赵，去哪儿？去镇上的招待所，包下最大的会议室。包会议室干嘛？告诉门外那些大老板，我要开招标会。招标？招什么标？别问，照做。赵总，这小子到底耍什么花招？哼，故弄玄虚。他手里没钱，除了卖地，别无出路。今天这块地我志在必得。各位老板，久等了。林老板，废话少说，你那块地我出2200万全款，明天就带你去银行转账。2200万就想拿陆家嘴的帝王，你做梦呢！林峰，我出2500万，外加一辆最新款的奔驰，送给你代步。2800万，我出2900万，都给我闭嘴！林峰，3000万，3000万现金买你手里的绝买合同，这价格够公道了吧？林老板，卖吧，3000万啊！赵总，各位老板，你们弄错了一件事。弄错什么了？我今天开的不是土地转让会。不转让？那你叫我们来干什么？消遣我们？就是你一个没钱的包工头，不卖地你还能上天？我今天开的是联合开发招标会。联合开发？怎么个联合法？第一，我不卖地，这30亩地作价入股。第二，所有建筑资金、后期运营由中标方全额垫资。第三，我林峰必须占联合开发公司51%的绝对控股权。林峰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1分钱不出，只要出块地，还要我们掏几千万的建设资金。最可笑的是，你还要占51%的股份当大股东。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空手套白狼！欺信，把雷都闪信了，这生意没法谈。走走走，走！门在那边，不送。走出这扇门，陆家嘴的核心红利就跟你们彻底绝缘了。赵总说我空手套白狼，但赵总忘了，我手里套的是有价值的狼。市政双向8车道，过江隧道的规划出口，陆家嘴未来的金融腹地。各位都是商界的精英，这笔账算不清吗？这块地未来盖起50层的商业大厦，租金出售利润何止3个亿。你们现在掏5000万垫资，分49%的利润，几年后这5000万能变成1亿5000万，亏吗？不亏，不亏，简直是暴利！90年代在核心地段盖楼，稳赚不赔，谁拿到开发权，谁就能躺着赚钱。而且自己去拿地，疏通关系，现在地就在林峰手里，批文齐备，干净利索。我干了！林峰，5000万的建设资金我全包了。放屁！这轮得到你！我出6000万垫资，外加我手里最好的施工队。
如果别人在陆家嘴盖起了地标大厦，恒海集团在上海滩还怎么混？以后还怎么拿地？都给我闭嘴！林峰，算你狠！8000万！8000万垫资款，恒海集团全出了。工程质量，我用恒海的招牌担保，利润我只要49%。赵总，好魄力，成交。明天上午签联合开发合同。这就是啊。林老板，希望你有命赚这个钱。赵总，真要给他51%的控股权，那咱们不是白给他打工了吗？他一个泥瓦工，凭什么骑在咱们头上？给他，他配吗？我赵德汉的钱是那么好拿的？周律师，我让你准备的条款弄好了吗？赵总，已经加进去了，非常隐蔽。说来听听。在合同的附件第37条，借口是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，防止大股东胡作非为。林峰作为占股51%的大股东，必须在合同签订后的第3天下午5点前，向我们双方共管的联合账户缴纳1000万现金，作为信用保证金。绝呀！如果他交不出这1000万呢？交不出，那就是严重违约。按照对赌条款的附加协议，一旦他违约，他那51%的股份将无偿强制转让给恒海集团，作为违约赔偿。他一个包工头，连下锅的米都没了，去哪儿弄1000万现金？就算去抢银行也来不及啊！明天让他签字，3天后，那块地依然是我赵德汉的。我要让他连本带利全部吐出来！林老板，看看合同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咱们就签字吧。早一天开工，早一天赚钱嘛。1000万，林老板不能签，这上面写着3天内要掏1000万现金做担保，交不出就要赔股份。咱们哪有1000万啊？这是个吃人的陷阱。林老板，做生意讲究实力，我恒海集团出8000万垫资，真金白银。你身为大股东，拿1000万做个资金担保，证明你的抗风险能力，这不过分吧？你要是连1000万都拿不出，我怎么相信你有能力把控整个项目？赵总，3天后见。林老板果然痛快，那我就静候佳音了，千万别违约啊！林老板啊，你糊涂啊！3天时间，1000万，咱们就是去卖血也凑不够啊！这可是你拼了命才弄回来的地呀，就这么拱手送人了。老赵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别动不动就跪。可是钱呢？1000万啊！去，把铁梯拿来，咱们再去一趟地库。地库？你是说那些古董？来不及了，东台路那个掌柜根本吃不下那么多，就算能吃下，3天时间也变现不了1000万啊！这次不卖，那干嘛？这次是捐。近3日目标仅搬运木箱，未接触任何金融机构。死定了！他绝对死定了！走，去工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去接收我们的新地盘。林峰，时间到了，5点整。1000万现金呢？打进联合账户了吗？没有。没钱？那就别怪我按合同办事了。马上启动违约程序，强制剥夺林峰51%的股权。现在这块地是恒海集团的了。
哈哈哈哈！乡巴佬，拿着你的破铺盖，马上给我滚出工地！敢说一个不字，我今天打断你的腿！赵德汉，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怎么回事？警察怎么来了？局长、行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林先生，大义呀！真是民族的大义呀！局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林峰先生在昨天吴偿向国家博物馆捐赠了3件流失海外多年的宋代汝窑天青釉绝世孤品，另外还有12件明清官窑重器，经国家级专家连夜鉴定，全是1级国宝。林先生此举填补了国家历史文物的重大空白，保护了国家宝贵财产不流失。这种级别的文物，随便一件放到海外拍卖行，都是几千万起步的天价。林峰居然眼皮都不眨一下，直接全捐给了国家，他是个疯子啊！林先生，鉴于您对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，以及您个人极其高尚的社会信用，总行昨日连夜开会特批，为您个人旗下的浦东开发公司提供1亿元的免息授信额度。资金10分钟前已经全额打入了您的联合账户。1亿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有人把几千万的东西白送出去？赵总，我账户里现在有1亿，你那对赌协议里写的1000万保证金，我已经翻了10倍打进去了，所以我没有违约。好，你没违约，那大家继续合作，继续合作，继续合作。我们恒海还是你的垫资方。合作？赵德涵，你是不是忘了仔细看你自己拟定的合同了？协议附加条款的最后一条写得清清楚楚，如果恒海集团在项目进行中出现恶意并购、设立陷阱损害大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不仅要没收前期全部垫头款，还要将恒海在项目中的49%股份强制收回。张律师，告诉赵总他干了什么。赵总，你这3天私下联络外资，企图在今天利用违约条款吞并合资公司的事，包括你买通地痞流氓阻挠施工的证据，我们已经全部掌握，并且进行了公证，这属于极其严重的商业欺诈与恶意违约，所以这块地依然是我的。而你恒海集团前期打入账户的那些买建材的先期垫资，现在全归我了。你不仅出局了，而且还会面临巨额的欺诈起诉。发什么呆？那块玻璃没擦干净，你瞎了吗？不想干就滚蛋，多的是人想来擦林峰中心的玻璃。对不起，经理，我马上重擦。死瞎子，修的什么破鞋？胶水都溢出来了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重修。让一让，推到警戒线后面，快点儿！林总好，林总，欢迎回国视察。林先生，晚上的慈善晚宴，您可一定要赏光啊！那是我的前未婚夫啊！
那是5年前被我当众辱骂，用200块的金戒指狠狠砸在脸上的男人。无尽的懊悔，像毒蛇一样啃扯我的心脏。报应，都是报应啊！林董，最新1季度的财务报表出来了，咱们集团实控资产正式突破100亿了。老赵，林董，您吩咐。地产和基建的时代红利，咱们吃到了，但这只是个起步。准备资金，成立独立的科技创投部，把我们在海外的利润全部调回来。科技创投，林董，咱们不拿地了。地要拿，但大头要转移。下一个10年，互联网狂潮，再造万亿帝国。